买房记。说来惭愧，我2012年底来的美国圣地亚哥，直到2023年才买房。早期因为国内房地产价格疯涨，国内的房子没有卖在最高点。后来是过户政策有2年时间的限制，终于卖掉之后，又受外汇政策的限制，资金转出来花了好几年的时间。等我终于积累了一定数量的资金时，美国的房价已经涨到天上去了。2021年到2023年这2年里，我经历了很多磨难，不好的事情总是凑在一起来。首先，因为一次事故，我失去了从事多年的工作，然后就不断寻找和更换工作。其次是不断搬家，因为我带着小狗，很难租到房子，加之遇上恶房东，半年内搬了3次家。我定下2个原则，首先，这房子要能成为日后家庭教会的聚会场所，必须容易找到，方便停车。第二，自己年纪慢慢大了，爬楼梯不方便，必须是1层楼的。经纪人带我看了好多处房子，但是不是房子不尽人意，就是抢不到，别人出手很快。我才知道，在加州买房子是要靠加价和抢的。看了1年多，眼看着房价一天天上涨，愣是无法出手，我差点就放弃了。期间儿子又远程控制，我看上的房子他总说不好，让我换经纪人。好不容易下定决心要买一间2楼带电梯的公寓，儿子嫌房子太破烂，买了要花几万元装修，而且老人死在里面，有些忌讳，死活不给钱。我的钱掌握在他的手里，他说这是我最后的资金，要帮我把关。他不相信我找的经纪人，让我再次换人，而这已经是我的第2个经纪人了。为了这事，我和儿子起了争执，我吓唬他说，如果不把钱给我，我就找律师打官司。儿子说，他的好心被当成驴肝肺，如果我打官司，他就和我断绝母子关系。到了这个份上，我也只能作罢，心想，既然有拦阻，证明这房子不是神要给我的。经纪人也懒得搭理我了，于是我又换了第3个经纪人，也是我最初就想找的教会的弟兄。这个弟兄在国内是做房屋设计的，非常懂房子。不知道为什么，儿子很相信这个弟兄。事后回想，儿子的第6感非常准，他虽然没有见过我的经纪人，但从我给他汇报的信息中，他能感觉出来。2023年4月一个周日的晚上，我忽然发现一处非常好的房子，是一个2房2卫2车位的联排屋，还有露天的院子，刚放出市场6天，在我原来住处往北一些，虽然地段不如我以前住的地方繁华，但其他条件完全符合。第2天，我和经纪人赶紧去看房，经纪人还没走到门口，就连声说这房子好。进屋一看，各方面条件都非常满意。我把录像发给儿子，他也同意了，于是赶紧报价。奇怪的是，我们报价后，屋主根本没反应。经纪人打电话问怎么回事，对方说他们已经有6个报价了。经纪人对我们说，赶紧加价。我说加多少好呢？他给了我一个参考价格，报上去后，对方有反应了，给了一个比原价高2万的还价。经纪人说，不行，还得往上加，因为对方很可能同时给3个人还价，价高者得。我们又进入紧锣密鼓的商议中，最终决定再加1万，然后经纪人告诉我们，成了，我们欣喜若狂，因为我提供的现金比例比较高，虽然是最后一个报价，却后发先至。从周日晚发现这个房子到周五成交，总共5天时间，简直是一个奇迹。之后是1个月的银行贷款审核，拿到钥匙的当天下午，我就搬进了新家，终于不用到处流浪了。我享受着乔迁之喜，乐不思蜀，从来没住过这么宽敞的房子。唯一犯愁的是交通，因为搬远了，要开半小时的车上班，那段路经常堵车，出车祸。没想到入住的第12天，我突然收到单位的通知，又一次失去了工作。我一下傻眼了，房屋贷款怎么办？经纪人也说，这怎么刚买了房子就失业呢？幸亏是买完才失业，否则贷款就没戏了。经他这么一提醒，我也是倒吸一口凉气，还真是悬。这下倒好，不用担心交通问题了，老天爷可真能跟我开玩笑。
在这段时间里，因为要收拾新家，我每天很忙，找工作的事有一搭没一搭的，发了不少简历，想在家附近找工作，但陆续收到的都是拒信，我的心哇凉哇凉的，很不是滋味，只能默默的祷告和坚忍，相信神有新的带领。2个半月之后，我通过考试，终于收到当地公立学校一份特殊教育的工作，就在离家10分钟车程的地方，失业救济金才领了一半。而且工作半年之后，国内的钱也转出来了，把房贷还清了，可谓峰回路转，神的带领真是奇妙啊！来美国12年，我看过很多豪宅，非常羡慕别人能住在宽敞舒适的大房子里。如今终于有了自己的房子，我再也不羡慕别人了。我看前房主的记录，过去3年里，这房子平均每年涨5万，现在半年就涨了5万，房价进入虚高疯涨阶段，再迟一步我就买不起了。这次买房的经历可谓见缝插针，险象环生。走过这段艰辛曲折的路，回头看去，若不是对神有着坚定的信心，相信他的带领，很可能抑郁、绝望，甚至自杀。不禁又想起圣经中那段著名的诗篇：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致缺乏。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，也不怕遭害，因为你与我同在，你的杖，你的竿，都安慰我。诗篇23:1-4。